請囚友食花生，罰咗佢3日單獨囚禁；請人食咗1片薑，罰咗佢7日。喺水飯房嘅日子達到78日咁多。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，佢由2021年9月開始喺大欖女懲教所還押。還押候審係國安法之下嘅常態。喺啱啱嘅12月21號，係鄒幸彤第16次申請保釋，不過都失敗咗。法庭拒絕佢出嚟。呢一位喺監獄裡面嘅大律師，喺還押期間獲得頒發至少5個國際人權獎項。不過佢自己喺監獄裡面嘅人權狀況又係點嘅呢？佢點樣睇香港嘅法治，又點樣思考世界？我哋整理咗鄒幸彤一啲公開咗嘅書信同埋致辭，透過聲音演繹，將鄒幸彤喺監獄裡面寫嘅文字讀出嚟，記錄新香港嘅呢個時代。即係我覺得喺一個極權嘅體制下邊，你去爭取民主坐監就係必經嘅。即係咁樣講好殘酷，呢個嘢其實唔係我講先嘅，劉曉波講先嘅。即係你要去學呢件事咯。如果你想堅持行呢條路嘅話，鄒幸彤喺監獄裡面嘅生涯要由2021年開始講起，聽落好似已經係好遙遠嘅日子。2021年6月4號，鄒幸彤被捕，後嚟佢先後因為4宗案件被帶上法庭，包括2020年同埋2021年2宗6四集會案、支聯會涉嫌國安法拒交資料案，同埋支聯會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，總共係4宗案件。而家人喺監獄裡面，似乎唯一能夠做嘅就係轉型做專欄作家啦。呢一把係演繹鄒幸彤嘅聲音，佢喺2021年7月12號公開咗第一封獄中嘅書信。我哋將信嘅內容整理咗，然後以口語讀出。對唔住啊，各位師傅，睇嚟我嘅大律師生涯要暫告一段落啦。未來幾年，我縱使無法喺物理上同大家同行，但係我仲係可以用文字搞事啊嘛。呢個就係一場文字獄。喺咁樣一個時代，文字或者就係筆書腳毛嘅一種武器。佢喺2021年8月短暫攞到法庭保釋出返嚟，但係去到9月再次被捕，被還押監房，一直去到今日。而佢喺監獄入面其實冇停過寫嘢。喺囚倉寫長文嘅一個難處係，因為囚倉好細，得一張膠台仔，但係冇凳。結果我發現門前嘅地下就係最好嘅寫作位，最接近門外嘅風機，係囚倉最涼快嘅地方。咁地面就當書台，可以將判詞攤開，一邊睇一邊寫，唔怕吹落床。背脊仲可以挨住碌架床條柱，現成嘅椅背都有啦。佢就係咁樣坐喺地下，喺度寫佢嘅坐監修練手冊。乜嘢先係令人快樂嘅事呢？對於我嚟講，快樂可以好簡單。朝早睇到漂亮嘅大樹，放風曬到溫暖嘅陽光，下晝睇到瞌眼瞓嘅文文，呢嗰隻貓啊！夜晚同倉友一齊傻更更咁學做減肥運動，都可以令我開心半日。或者呢個係頭腦比較簡單嘅好處，又或者發現快樂係一種可以慢慢學習到嘅能力。意義似乎
呢個先係神奇嘅字眼，一切快樂同唔快樂嘅根源。我成日提醒自己，喺呢個眼淚已經太多嘅地方，要多啲笑，要善待身邊嘅人。多啲笑，係我喺有限自由當中，喺呢個逼人作惡嘅制度之下，仲可以自由咁選擇去做嘅好事啊！怕就怕笑出魚尾紋。時間去到2021年12月，鄒幸彤因為2020年六四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被定罪。喺同一個月，佢獲得頒發海外中國傑出民主人士獎。鄒幸彤坐咗1年監之後，繼續因為國安法案件、支聯會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罪繼續還押，而佢喺獄中都繼續透過書信不停向公眾發聲，都仲有報章會刊登佢嘅投稿㗎。不過呢一切開始慢慢改變。朋友話鄒幸彤坐監明顯瘦咗好多，寫字都寫到手起晒枕。喺冇電腦、冇得上網嘅情況之下，要寫法庭嘅陳詞，要寫信。但係近呢1年嘅書信經常都被寄失或者被截。佢喺內地嘅未婚夫野渡公開講過，已經有幾個月都冇收到鄒幸彤嘅信。他一直以來都是當心的事情做了，寫咗嘅文字寄唔到出去。鄒幸彤2023年5月獲得南韓光州人權獎，7月獲得海外709人權律師獎，11月獲得歐洲律師協會理事會人權獎。以上嘅獎項係咪都冇咩聽過呢？因為呢啲消息都越嚟越少傳媒報導。最近一次獲獎算係比較多報導，因為中國外交部駐港公署以及香港政府都有公開回應。對於鄒幸彤12月獲得法國同德國政府頒授法德人權及法治獎，表示強烈不滿同埋堅決反對。而鄒幸彤最近期嘅相喺2023年6月去終審法院出席聆訊，佢落囚車行入去法院嗰陣，俾啲懲教人員用公事包遮住，但係佢都望到出嚟，仲露出笑容。就喺嗰一剎那，俾傳媒影到相。懲教署之後拉起咗成塊黑布，再見唔到任何罅隙。鄒幸彤嘅樣，佢嘅文字，佢嘅消息，越嚟越難俾公眾睇見。喺呢半年，佢每個月都有被罰入水飯房單獨囚禁。由6月開始，不停咁樣被發現觸犯監獄規則。根據佢親友嘅記錄，喺呢半年裏面總共罰咗9次，包括有一次鄒幸彤被發現請囚友食花生，違反監獄裏面禁止分享食物或者物品嘅規定，罰咗佢3日單獨囚禁。又有一次佢請人食咗1片薑，罰咗佢7日。仲有一次，因為佢分享洗頭水俾人，罰咗佢3日。最新一次係佢啱啱12月中，佢獲得法德人權及法治獎之後，俾人話佢保存得太多信件，違反咗監獄嘅規定，重罰咗佢18日單獨囚禁。而根據聯合國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標準規則，紀律懲罰喺任何情況之下都唔可以發展成酷刑或者不人道對待。
特別應當禁止連續15日以上嘅長期單獨囚禁。而根據親友嘅粗略計算，由2023年6月開始，鄒幸彤留喺俗稱水飯房單獨囚禁嘅日子達到78日咁多。懲教署回覆我哋話，任何在囚人士如果作出違反紀律嘅行為，佢哋會根據法例採取紀律檢控同埋作出適當嘅懲處。如果在囚人士不服紀律聆訊嘅判決，可以按既定嘅機制提出上訴。啲朋友去探監嘅時候，都笑佢變咗水記女王。有時啲朋友會問佢：喂，你做咩成日犯規，成日送嘢俾人啊？佢就話：嗰度有啲囚友係冇人入物資俾佢哋，送俾佢哋嗰支洗頭水，其實只係用剩少少嘅啫。鄒幸彤認為呢啲只不過係欲加之罪。喺水飯房，鄒幸彤話冇風扇㗎，非常之熱，所以瞓得好差，仲要冇咗大約1個鐘嘅戶外放風時間，最多都只可以喺一個室內嘅大廳嗰度行嚟行去。仲有啊，喺水飯房裏面，所有福利都會取消，還押期間啲親友送嚟嘅零食冇得食，除咗宗教嘅書之外，冇得睇其他書籍、報刊或者新聞。朋友引述鄒幸彤咁講：當我被送到單獨囚室，酷熱加上冇辦法知道每日外面世界發生咩事，係最難受㗎。你哋知唔知道啊？等於斷咗我同你哋同香港嘅聯繫。又有一次，鄒幸彤話佢幾好彩喎，調咗去一間鐵門外面有風扇嘅囚室。朋友引述佢咁樣講：調房啦，出面有風扇已經好好多啦，終於可以瞓多幾個鐘。但呢個唔係個人問題，得到改善就 OK。嗰個冇風扇嘅囚室仲係會有其他人住入去。所以整體環境要改善先係最重要。就算佢人喺監獄入面，不停咁樣被罰單獨囚禁，仍然思考制度。喺2023年6月，聯合國嘅任意拘留問題工作組裁定，香港政府對鄒幸彤嘅拘押構成任意拘留 （arbitrary detention），違反咗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，促請政府立即釋放鄒幸彤。香港政府回應表示強烈反對，同埋譴責工作組基於毫無事實根據嘅指控去評論個案。12月21號，鄒幸彤向法庭第16次申請保釋出嚟，辯方就引述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都有關注呢個係任意拘留，但係國安法指定法官陳慶偉就打斷咗，佢話如果想發表政見，應該喺法庭外面處理。佢聽咗控辯雙方嘅陳詞之後，就話冇足夠理由相信鄒幸彤唔會繼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嘅行為，拒絕咗呢個保釋申請。鄒幸彤喺水飯房冇停過寫文章。水飯房入面只有一張三角台，佢當張床係凳，用筆耷低頭一字一句咁樣寫。佢最新寫嘅有2篇致辭，講佢喺監獄裏面點樣睇香港嘅法治，又點樣思考世界。我哋下一集再聽下佢嘅心聲。